你绝对没见过这种死法，只是从额头抽出一枚金针，原本30不到的少妇，几秒之内迅速衰败，变成了一具僵尸。萨满告诉死者家属，这不是一具普通的尸体，不能土葬和火葬，而进行特殊的水葬。尸体的脚皱得跟五谷凤爪一样，尸体的脸更是宛如一颗画眉，令人胃口大开。按照印尼当地的风俗，尸体要沐浴，清水流过全身再晾干，叫尸浴流亮。洗完 A 面后，金姐和马婶夫妻尸体正在擦洗 B 面，突然听到一声警告。5天前，金姐听说母亲梅姨病危，专程坐长途车连夜赶回老家马家屯。一进门，她就发现现年70岁的梅姨，手指光滑细嫩，皮肤紧致 Q 弹，看上去还是少妇的模样。金姐让女儿小美上前打招呼，手刚伸过去，美突然死死抓住小美，怎么都不肯放手。马婶赶紧上前安抚，好不容易让梅姨平静下来。小学2年级的阿毛提出疑问，为什么70岁的外婆看着比30多的金姐还年轻？其实金姐也很纳闷，她和弟弟当初被莫名其妙赶出家门，这些年来一直没见过梅姨，但弟弟的心思不在母亲身上，因为他借了4000万欠条，债主称其为千条哥，威胁再不还钱就要他的命，所以千条哥借着回来探病，实际上是想偷点值钱的东西。他在衣柜里找到房契、一叠钞票以及一个诡异的面具，这个面具恰恰是梅姨青春不老的原因。到了周4一早，阿毛吵吵着玩具车不见了，要姐姐帮忙寻找。小梅隐约听到声响从外婆卧室传来，便壮着胆儿来到床边，弯下腰膀胱一扫，果然玩具车就在床底。各位别怕，床底下没有鬼，鬼在梅姨身上呢。众人听到呼救，夺门而入，七手八脚将梅姨抬到床上，直到马婶放下黑胶唱片，音乐声响起，梅姨这才停止颤抖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抖音？线条哥刚开口喊妈，下一秒看到没？饿了喊妈，保证能让你大吃一惊。姐弟俩判断梅姨中了邪，便喊来当地最有名的萨满彪叔。彪叔是烹饪系法师，先让金姐捣碎辣木叶，接着抽出一把蛇形匕首，将一根茄子抛成2半，等茄汁流进碗里，彪叔再喊千条哥上前，吩咐他等会儿见机行事。紧跟着，彪叔念动咒语，从梅姨眉心处缓缓抽出一枚金针。千条哥拿匕首刺向红薯，每刺一下，彪叔就抽出一枚金针。等到施法结束，碗里已经有10几枚之多。梅姨疯狂扭动身体，两眼一闭，死了。没了金针的梅姨，肉眼可见的干瘪下去，宛如新鲜出炉的千年僵尸。按照彪叔的说法，是金针在阻止梅姨的衰老，是一种邪恶的诅咒术，必须将其放回原处销毁，否则将祸害人间。而且梅姨的尸体也不能火葬，需要放置7天，等到下个星期4进行特殊的水葬。为什么是星期4呢？逼我50，我告诉你答案。开个玩笑，这是印尼的一种风俗，类似我们中国的头七。转眼来到第1天，金姐给母亲洗澡净身，被突如其来的警告吓得一哆嗦。到了夜里，金姐按规定换上长袍，跪在尸体前念经，再次听到了同样的警告。难道是母亲诈尸了？她正瞎琢磨呢，背后一阵阴风袭来。另一边的房间，还没睡着的小美看到门缝有影子闪过，这丫头也是够狠，居然跑下床去开门。门外自然什么人都没有，因为人已经站在了身后。小美躺下，刚闭上眼，摇椅就吱吱嘎嘎自己动了起来。有惊无险的到了第2天，阿毛拿着小美手机开直播，这熊孩子来到书房，躲进衣柜躲猫猫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恐怖片里阿飘最爱的地方。Honey， 等小美追进来之后，衣柜恢复如初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不过在地板上，阿毛倒是发现了那个诡异的面具。
此时的千条哥还在为4000万欠款发愁，换算成人民币是2万不到。各位一个月的工资都比这个多，可千条哥穷啊，这笔钱就是天文数字。恍惚间，他听到客厅传来念经的声音，低头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10来个妙龄女子围坐在尸体边，一个比一个好看。千条哥再一开灯，没了。话说来到第3天，千条哥提出处理遗嘱，惹得金姐勃然大怒。母亲尸骨未寒，你就想着分钱。这边姐弟俩还在吵架，另一边的阿毛惹祸了。他想起昨天捡到的面具，往脸上轻轻一扣，镜子里出现的不是倒影，而是年轻时的外婆梅姨。几分钟后，小美去找阿毛，怎么喊都没反应，直到贴近身边，阿毛猛然回头。妈妈们。人吓人，吓死人！你们说这阿毛是不是欠揍？各位先别急，夜幕降临，阿毛的报应来了。他躺着睡觉时，迷迷糊糊看到小美坐在摇椅上，不停地发出恼人的噪音。等阿毛蒙头睡着后，那玩意儿缓缓起身，走到床边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呼吸不畅的阿毛扯开被子，定眼一看。阿毛屁滚尿流跑出去告状，说姐姐扮鬼脸吓他。被吵醒的小美一脸无辜，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刚才一直在睡觉啊。瞥见遗落的面具，金姐大概猜到了缘由，她安慰阿毛，明天就去买车票，老宅子闹鬼不能待了。问题是到了第4天，金姐从马婶口中得知印尼没有12306，不能网上买票，她要去城里线下买票，还得靠马婶带路，来回要1天的时间。闻听此言，千条哥拍着胸脯保证，姐你放心去啊，我肯定照顾好外甥女儿。岂料金姐前脚刚走，千条哥就趁着孩子们打瞌睡，跑去找技师耍朋友。千条哥搂着小蛮腰进屋，屋内粉红灯光一片，和当年的温州洗头房差不多。一觉睡醒，他发现自己浑身赤裸，哪有什么洗头房，四周都是乱葬岗。我看他是坟头找对象，8成是日了鬼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和阿毛就可怜喽。闹鬼的大宅子里没有大人，他俩不敢进屋，只好坐在阶梯上等着。实在憋不住了，小美拉着阿毛去上大号，听姐姐在里面半天没动静，阿毛急得大喊：姐，你掉坑里了，快点夹断，轮到我了。爸，你爷爷我。俩人唬得汗毛倒竖，撒丫子跑出2里地，迎头撞见了回来的金姐。金姐听孩子们说梅姨复活了，相信江姨回去检查，发现尸体安静的躺着，一点都不带喘气儿的。一直到第5天清晨，千条哥浑浑噩噩回到家，金姐劈头盖脸一顿骂：你怎么当舅舅的？你等着，等今年正月，我带着阿毛去剃头，弄死你个没良心的！千条哥被骂得不敢说话，拿着买的玩具去找阿毛和小美。要说这人吧，好色贪财是真的，可对俩外甥也是真心实意的。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？爹亲娘亲不如舅舅亲。这么一折腾，又到了夜里，金姐凌晨睁开眼，发现小美不在身边。门外的场景可把金姐吓坏了，一群戴着面具的女人，里面还有小美，她们举着手围坐在尸体旁，不停地重复着3个字：不要违背契约，不要违背契约。熬到第6天，金姐忍无可忍了，她一把火烧掉了面具，打算今天就把母亲给埋了。千条哥劝她不要冲动，彪叔说过要等7天，现在提前下葬恐怕会惹出乱子。金姐不听，执意将尸体裹进白布，放入土坑，草草举行了葬礼。你猜怎么着？葬爱家族回到别墅时，一大堆扑棱蛾子扑面而来，好不容易驱散走了。进屋再一看，梅姨的尸体又回来了。金姐提议去马婶家躲一躲，可他们刚想离去，转角就撞见了路灯下的阿飘。他们打死不敢进屋躺着睡，干脆在沙发上凑合一宿。千条哥眼皮刚合上，就感觉到一股恶臭的香味扑鼻而来。那一刻，千条哥睡意全无，他疯了似的逃到屋外，却被阿飘前后夹击，显然是无路可逃了。莫非老子今晚就要交代了？他还没来得及尿裤子，阿飘轻轻一挥手，千条哥凌空飞起，甩进水池，晕死过去。时间终于来到了第7天，千条哥从水里爬起身，完全忘了昨晚发生的事儿。彪叔如约抵达，带领众人来到马家屯附近的一处溶洞。姐弟俩系好裹尸布上的绳索，在彪叔的
监督下，将尸体缓缓推进水里。随着经文念诵的结束，这场噩梦可算是结束了吗？看进度条就知道，当然没有啦！轰隆作响的雷雨天，闪电劈的金姐心神不宁。她收拾行李时发现，本该烧成灰的面具依然完好无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鬼使神差中，她戴上面具，刹那间穿越到了1987年。当时的印尼还很穷，梅姨更穷，不仅穷得买不起奶粉，还没有奶水。出生不足月的孩子饿得嗷嗷哭，她实在没辙了，就把孩子当成了祭品。具体做法如下：将孩子放到祭台上，用锤子猛击钢钉，戳穿心脏后，便能和恶魔进行交易，保佑他以后的生活可以富足美满。作为交易凭证，恶魔选择了钉钉打卡，将10几枚48K 金的钉子打入眉心。那么代价是什么呢？就是等梅姨再次生下金姐和千条哥，要用他俩的命来继续献祭。所以等到上初中时，梅姨就把姐弟俩扫地出门，用这种近乎绝情的方式保护了他俩的性命。这也是为什么梅姨死后化作地缚灵，一直警告他俩快走。直到此时，面对面隔着一面镜子，梅姨对金姐说出了全部真相。Balekno susu ke ibu nang panggone ibu njupuk susu. Jurndang, remukan topeng kuwi. Cepet lunga saka kono. Aja nganti bali mrono meneh. Aja telat. Sadurunge 7 dina. 可惜他说的有点晚了。恶魔眼见搞不定大人，便把目标转移到了小美和阿毛身上。反正同样是姐弟，拿小的抵债也不亏呀。金姐和千条哥拼死抢下小美，阿毛则被吸入空中，消失在门后。老一辈欠下的孽债，不能让下一代来承担。想到这里，金姐和千条哥当即重返祭坛，说什么都要救回阿毛。姐弟俩来到溶洞最深处，在水里捞起阿毛。金姐忙着给阿毛做急救，千条哥一个不小心被无形之力一波带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恶魔现身说法，一群面具女围绕在千条哥身边。金姐二话不说拿出面具，举起石头哐哐3、2下，面具碎裂的同时，恶魔也尖叫着裂开了。千条哥见状开心极了，这下有救了。然后搞了半天，这恶魔是伏地魔，专杀家里的男丁啊！直到最后，金姐也没捞回弟弟，千条哥永远沉没在水底，成为母亲梅姨交易的筹码。这部印尼的新作7天之前想要传达的，就是茨威格在《断头皇后》里写下的那句名言。当时他还很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已经暗中标好了价格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也和梅姨一样风华正茂，也在和恶魔进行肉体或灵魂的交易，听书一句劝，收手吧，年轻人！交易背后的价格，没人可以承受得起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有些许感悟收获，有些许放松快乐，还请点赞、收藏、加个关注，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